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是土匪的女儿，嫁给夫君后，被婆家看不起，天天受气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婆婆给夫君纳妾，没事，我转头就把夫君打个半死，再给公公送了2个美人。婆婆要夫君休了我，没事，我直接挑拨离间，让夫君分家搬出去住。后来婆婆跪着求我把她儿子还给她，夫君一脸受气包的样子。聂如道：娘，你回去吧，我过得挺好的。我一巴掌拍他头上，没吃饭呢，声音那么小。我爹是土匪，雄踞一方山头多年，严重阻挡了朝廷的交通要道。朝廷为了招安我爹，给我和永安侯府的小公子赐婚了。我爹从土匪成了一个县令。出嫁前，我爹对我说：闺女，你是爹的公主，要是那些鸟人敢给你气受，别忍着，大不了咱们回黑风寨重新再来。我豪气冲天：爹，没事。永安侯的小公子我见过，长得唇红齿白，我喜欢。我欢欢喜喜的嫁人。洞房时，夫君周敬安果然没令我失望，长得很好看，虽然还稚气未脱的样子，毕竟才16岁，比我小3岁呢。房间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我问他：你知道成亲意味着什么吗？他害羞地说：意味着我有媳妇了。对，但还有一条。我说：意味着你要从听你娘的话变成听你媳妇的话了啊！你想啊，你现在是不是整日都在准备科考？你娘怎么有时间教你各种人生的道理呢？还不是我这媳妇每晚在睡前和你说几句。大丈夫成亲都是听媳妇的，要是不听话是要被人耻笑的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说着，他就开始脱衣服，一边脱一边道：娘子，那咱们赶紧洞房吧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诺，以后你要伺候我更衣，这是夫妻间的情趣，也是增进感情的方式。他乐颠颠地照做了，很满意，是个听话的。第2日，天还没有亮，下人就来叫我：二少夫人，该去夫人那里等着请安了。大少奶奶都已经过去了。我被吵醒了。周敬安捂住耳朵，缩进被子里继续睡，觉得和他没关系。我一巴掌把他拍醒：你觉得我现在该去请安吗？啊！他揉了揉眼睛，犹豫道：大嫂都是这么给娘请安的，所以你去。我发话了。他撅着嘴：我又不是媳妇，为啥要我去？我还累着呢。我拧着他的耳朵：昨晚谁说以后都听我的？是你更累，还是我更累？啊，疼疼疼！他叫起来：去就去！我舒服地躺进了被窝。周敬安去上房那里候着他娘了。等天亮了，我起身，身边的丫鬟惴惴不安道：二少夫人，夫人现在很生气呢，您赶紧去大厅敬茶吧。等我到了客厅，周敬安不看我，一脸不满意的样子。他站我身边，他敬了他爹茶，我跟着敬茶，叫一声爹。到他娘的时候，他娘喝了他的茶，不喝我的茶。他娘道：从心啊，做人媳妇是要早起在房外等着伺候婆婆的。你倒好，让你相公过来。他是男人，男人有男人要做的事，你的责任就是尽心尽力伺候好他，让他舒服，这是你作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。他是你的天，你要听他的，而不是要他听你的。说了一大堆，硬是不接我的茶。这老妖婆，摆婆婆的捧，是吧？那我让你见识见识你儿子娶了个什么玩意儿回来。我直接把茶水泼他膝盖上。呀！我尖叫一声：婆婆，对不起，人家笨手笨脚的，你不会要给人家穿小鞋吧？啊，烫死我了！娘，你没事吧？大嫂，大哥，
我夫君惊呼的声音响起，现场一片凌乱。我公公看着乱成一团，丢下一句：“我去上朝了。”趁着他们在伺候老妖婆，我死死掐住周静安的腰，咬牙切齿骂道：“行啊，你才出去一会儿，就敢不听我的话了？你是不是今晚想睡地铺？”我这软耳朵，我拧着他回了院子，骂道：“跪下！”他梗着脖子道：“我不跪，我是你丈夫，你该听我的。行啊，你今天才第一天呢，你就要反了天了。当初皇帝赐婚，还说给我找了个最听话、最体贴、最好看的夫君，现在看来都是放屁。我现在就去找皇帝要个说法。”他一下子跪在地上，死死抱住我的腿。皇上真那么说的，那还能有假？皇帝对你评价很高呢，下次你有机会见到他，问问他是不是这样。他高兴起来，行，那我听话，不过我只跪一会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不然我娘会骂我。男人怕媳妇是一件光荣的事，谁都可以不怕，但是不能不怕媳妇，知道不？一会儿把这句话抄100遍，要是下次你又不听话了，就抄200遍，以此类推。我吩咐下人把他的笔墨纸砚拿来，让他跪在地上，一边念一边写。他委屈的眼睛都红了，看起来就好欺负，不欺负他欺负谁？没一会儿，婆婆身边的张婆子领了2个貌美如花的女子过来，对我们道：“这是夫人给二少爷的通房。夫人说二少夫人是野蛮女子出身，怕伺候不好二少爷。”一个叫春红，一个夏荷。周静安目光在那2女子身上转了一圈，肉眼可见的开心了起来。行吧，我让人把春红夏荷都安顿好了，对周静安道：“你娘对你挺好的呀。”那当然，我娘就我和大哥2个儿子，不对我好，对谁好？我问你，那你之前有过通房吗？他害羞的红了脸，没有，因为怕我沉迷女色，耽误科举考试呢。这次和你成亲也是意外。我点点头，对他道：“既然你娘对你这么好，你做儿子的也不能差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孝敬孝敬你爹娘。”晚上的时候，公公回来了，吃饭时，大家在一张桌上，我捅了捅周静安。周静安道：“爹，您每天上朝养家，辛苦了，孩儿一定会努力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不给您丢脸的。”公公威严的脸上露出了点笑意，道：“成亲了，果然懂事了。”周静安继续道：“爹，我给您准备了一份礼。”他拍了拍手，大家都好奇地等着。进来2个穿着很普通，但是容貌清秀的女子，这可是我们去挑了半天才挑出来的呢。爹，他们俩一个叫顺心，一个叫顺意，最擅长推拿、按摩。您经常按读疲倦，可以让他们俩给您按按肩颈。我道：“爹，我试过了，他们比医馆的医师按的还好呢。要是儿媳到时候不舒服了，还得找您借人呢。”公公笑得更开怀：“你们的心我知道了。”大哥和大嫂神色已经僵硬了，婆婆一脸愤怒地盯着我，我冲她眨眨眼睛：“别急呀，也给你准备了。真是的，在外面呢，明天带你去。”吃了晚饭，我们回了自己的院子。周静安高兴得很，道：“媳妇，你真厉害。平时我爹都只夸我哥，总说我不懂事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把我当大人看，还夸我呢。”我特别温柔地给他擦汗，笑眯眯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你现在娶了我这么能干的媳妇，那听我的话能有错吗？”“就是。”他犹豫着道：“我看娘不是很高兴啊，是吗？”我惊讶地反问：“可能娘觉得我们没给她准备礼物。”“没事，娘的那份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带她去，算个惊喜。”我们刚坐下没多久，婆婆怒气冲冲地进来了：“你们都给我出去！
我刚准备走，他道：“阿儿和王从新给我留下。”我又站住了，端着笑脸，就是不说话。周静安道：“娘，咋啦？咋啦？我问你，有小辈给长辈送女人的吗？啊，是不是你媳妇撺掇你这么做的？”我看了周静安一眼，她立马避开了我的眼睛，犹犹豫豫道：“不是啊。”哼，婆婆道：“别以为你是什么心思我不知道，告诉你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。从新，我必须给你立做人媳妇的规矩。李嬷嬷，你来说。”李嬷嬷是个身材壮实的婆子，立马出来道：“二少夫人，这第一条，见到婆婆要主动问好，你刚没有叫人，要罚。”说着，她大嘴巴子就过来了。我的娘呀！周静安忙护住我道：“你干嘛呀？不能动手打人。”我抱着她，哭得委委屈屈。夫君，人家怕。周静安油然而生一股男子气概，不怕。他对他娘道：“娘，从新他不是大家闺秀，您不能对他要求那么高。”我道：“夫君，娘一定是生气我早上不小心泼他水的事，现在给我穿小鞋呢。没想到娘这么小心眼呀！我情商低，有什么说什么的，没那么多弯弯肠子。婆婆，你别介意。你婆婆被我气得很了，撸起袖子就要打我。我哭着躲到周静安身后，瑟瑟发抖道：“夫君，你会保护我吗？啊，你不会现在还保护不了你的媳妇吧？”周静安不敢拦他娘，又不敢让我被打，只能张开双臂。我们仨就跟老鹰捉小鸡似的，他娘追，他护，我躲。没一会儿，外面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下人道：“大人来了。”我把头发扯散，哭着跑门外去，大喊道：“公公，救命啊！”公公怒气冲冲地进来，盯着婆婆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们才成亲第一天，婆婆在公公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大哥和大嫂也过来了，我擦着眼泪道：“公公别生婆婆的气，都是儿媳的不好。儿媳笨手笨脚，不会说话，不是婆婆故意要刁难媳妇，也不是婆婆给媳妇小鞋穿，婆婆也没说过是因为夫君送了公公2个丫鬟生气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爹娘，从新是个好媳妇，她事事都为儿子着想，还教了儿子很多道理，就别为难她了。原来大嫂的孩子就因为立规矩，结果孩子没保住，我可不希望这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”大嫂眼圈红了，我立刻体贴道：“啊，我没想到你们周家这么对待媳妇的，还不如我们黑风寨呢。啊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对不起啊，你还不走，丢人现眼还不够吗？”公公吼婆婆，婆婆恨恨地看我一眼，离开了。大哥大嫂也走了，大嫂临走前羡慕地看我一眼，冲我友善地笑笑。等人都走了，我奖励地亲了周静安一下，道：“不错，刚刚你表现得很好。有人欺负你媳妇时，不管你媳妇对还是错，都要站在你媳妇这边。当然了，你要记住，我是永远都不会错的。”他害羞的脸红了，道：“那今晚可以多来一次吗？”“当然啦，谁让我这么爱你呢？”等周静安累得呼呼大睡后，我扶着腰起身，换了身夜行衣，去了公婆的院子，找到了李嬷嬷的房间。这老妖婆睡得跟头猪似的，我拿起大剪刀，直接把她头发给剪成1根拇指长。第二天，周家爆发了一阵杀猪般的嚎叫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对婆婆道：“婆婆，一会儿媳妇陪您出去逛街吧。”周静安一脸满意地道：“娘，你看从新多孝顺懂事啊。”婆婆：“不去，不舒服。”我委屈地看着夫君，他安抚地拍拍我的手。我爹任职的州县离京城有半天时间，我们坐马车去，
还驮着几箱礼物。从进门开始，周静安就看了不下5场男人怕媳妇、听媳妇话的戏码。我爹更是开始给他上课，先是展示了孔武有力的肌肉，再给他讲听媳妇话能过上好日子的好处。最后，周静安指天发誓，一定会把我的话奉为人生准则。大哥看着喝得醉醺醺的周静安，皱眉冲我道：“小妹，你夫君脑子不太好使呀，听话就行。”二哥问：“要是他不听话，你咋整呀？杀了他？”我微微笑着道：“回了周家，婆婆安分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叫我和大嫂陪她去寺庙烧香祈福，还要住3天。”我问周静安：“我走了，你院子里那2个丫鬟来勾引你，要给你暖床，你怎么办啊？”他费力地思考了一下：“我会守身如玉的，只有媳妇能碰的身子，好男人只有一个女人。”“对的，夫君你真棒，你记住呀，要是你敢睡别人呢，我也不保证我能做出什么事出来。你也知道，我爹武功厉害，我那些兄长1个2个也没读过书，跟野人似的，发起疯来，我可不保证他们会不会打断谁的腿哈。”他勉强笑了一下。去了庙里，婆婆看起来一副一定会赢了我的架势。大嫂天天在送子观音下面跪着，我百无聊赖，只能看看山间的风景。第2日下午，我去后山散步，在田埂上看见只兔子，顿时去捉了，吩咐身边的丫鬟去拿佐料来，准备烤来吃。幸好我有随身带刀的习惯，等我架起柴火烤了兔肉时，一个布衣公子在远处一脸仇恨地瞧着我：“你看我做甚？你杀了我的兔子。”对方答，声音还怪好听的：“这兔子写你名字了，你怎么知道是你的？”“我的兔子每天下午都在这里吃草，它身上有7处毛是黑的，2只耳朵，1条尾巴，4只爪子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就算你说的这些是这兔子的特点，那也不能证明是你的。”一个小沙弥过来对我道：“这位女施主，这兔子真的是这位王公子的，他娘病了，等着卖了这兔子还钱看病呢。那我给你钱吧。”我给了一锭银子给他，买10只兔子都绰绰有余了。谁家兔子散养放山上啊？那王公子还想和我理论，一个小沙弥又跑来道：“王公子，你娘晕过去了。”我看着跑远的几人，又看看我的烤兔子，咬咬牙，还是去看看吧。王公子和他娘住在寺里的一个屋里，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，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他娘的这个症状倒是和原来寨子里有个大娘相似，虽然那大娘最后也没活多久，不过寨子里的朱大夫能让人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些。我问了小沙弥这位王公子的情况，小沙弥道：“王公子是个好心人，原来在路上碰到我师兄快病死了，我师兄想死前回到寺里，王公子恰好进京赶考，便带着他娘还有我师兄一路过来的。那时王公子家虽然不富裕，但也够母子2人的生活开销。不过他们坐不起马车，一路上都是王公子背着我师兄回来的。后来过了2年，王公子又来了我们寺里，他落榜了，娘又生病了，求寺庙能收留他们母子一段时间。他平时帮寺里抄写佛经，也去卖点字画挣钱。我对王公子道：“我爹那里有个大夫，虽然不能根治你娘的病，但他原来医治过一个差不多病情的病人。你娘整日浑浑噩噩的，似乎不太舒服，那大夫能减轻你娘的病痛。”他冲我行了一礼，道：“不知姑娘能否为在下引荐1、2？虽在下目前囊中羞涩，但将来一定当牛做马，报答姑娘的恩情。”
我写了封信，让他带着去找我爹。这事便这么了。我爹江湖义气重，最喜欢帮助朋友。只要王公子去了我爹那里，其他便不用操心了。等回了家，我才发现周静安把房门死死锁住了，下人整天在外面让他开门，别把自己闷坏了。我奇怪道：“夫君，你做什么呢？”他应了声：“娘子，你回来了。”他把窗户破了个洞，一只眼睛露出来瞧我，然后松了口气，赶紧把门打开了，一股子馊味。你几天没洗澡了？我嫌弃地退开一步。3天。你做什么呢？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周静安委屈得很，指着远处的春红夏荷道：“还不是他们俩，只要我一开门，他们就拼命往我身上蹭，还往我汤里下药。我难受死了，只能拿了10几个包子馒头，把自己锁屋里。大胆不要脸的婢子，罚你们去外院做最下等的活，下次再敢做这种事，直接卖了你们。”过了段时间，府里有了喜事，是我送婆婆的顺义怀了身孕，她也被提了做姨娘。顺义对我很感恩。没过一段时间，春红、夏荷就爬了公公的床，真是笑死我。我这个公公也不是什么好男人。大哥院子里的妾室也怀了孩子，婆婆把顺义怀孕的怒气撒大嫂身上。大哥对大嫂又很冷落，大嫂日子不好过，天天来我院子里坐坐。和大房的氛围不同，我和周静安的院子安静得很。他被我洗脑了，完全听我的话，就连他娘拉他去单独说话，我去听墙角，他也是在维护我。一说他就说，万一重新怀了孩子，给他立规矩，流产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上次李嬷嬷刚想欺负他，就遭了报应，自己梦魇，把头发都剪了。我看娘还是别为难他了。怎么就是我为难他了？他娘哭着道：“儿大不中留啊！我原来花了多少心思养你，你现在帮着个外人对付我。”周静安，他怎么是外人呢？他说了，他才是陪我一辈子的人，他最重要的人是我。我最重要的人是他。娘，您最重要的人是我爹，我爹最重要的人，别提你爹。我偷着乐。周静安每日就在书房读书，他读书倒是很认真，固定时间去茶楼和那些学子谈论试题、吃饭谈话。我跟踪过几次，也收买了他身边的小厮，他也确实没去鬼混。不过他每次出门带的钱，我都是知道数的，他也没那经济条件去鬼混。婆婆趁着公公外出公干时，给顺义灌了药，顺义流产了，其他妾室都被喂了绝子汤。我还以为公公会和婆婆大闹一场呢，没想到公公平静得很。我问周静安为啥，周静安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爹不是很在乎孩子，他只要有女人就行了。”哎，我叹了口气，你觉得你爹娘感情好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摇摇头。那你大哥大嫂呢？他又摇摇头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听媳妇的话。你看你爹根本不心疼你娘，只顾自己开心。一把年纪了，侍妾还那么多。你大哥也是一样，这样子的家庭能幸福吗？我继续道：以咱们俩为例子，要是你有了侍妾，我首先肯定会扒你一层皮。他抖了抖，我接着道：然后咱们就鸡飞狗跳的，别说像这么靠在一起说话了，多少得死一个。所以夫妻之间，首先要忠诚，其次要心疼对方。你看，我平时就对你嘘寒问暖的，你对我也很好，咱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。你娘啊，还有你爹、你大哥都是很失败的，家庭都没有经营好，整天搞得乌烟瘴气的。他们给你传授什么经验，你就反着听。你要是顺从了，那就是重复他们失败的老路。一个失败的人能有什么成功的经验
给你，那你连失败的经验都没有啊？反了你了，还敢顶嘴？罚你睡地铺。和周静安成亲了半年，我还没怀孕。饭桌上，婆婆道：“咱们家现在还没有嫡亲的孙子，娶了2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大哥的妾生了个女儿，抱在大嫂那里养着了。大嫂有了个女儿，心情好了很多，每日和我分享她的育儿心得。”听到婆婆这话，大嫂脸色顿时变得愧疚不安起来。我道：“婆婆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什么母鸡不母鸡的，让外人知道你说话跟个疯婆子似的，会看不起我们静安的。您没读过书啊？”婆婆，您别生气，我这个人跟您一样，说话直。婆婆怒瞪着我没见过谁家媳妇是你这样的。婆婆说话你顶嘴，也不知道孝敬公婆，到现在也生不出个孩子来。去给我跪在外面。娘，您别生气。周静安道：“从心说的是实话呀，您怎么可以骂人呢？你这个不孝子！”她捂着胸口，指着周静安，一脸恨铁不成钢。这个女人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？你要帮着她说话？呵，夫妻间每天晚上睡一个被窝，你说吃什么迷魂药呢？周静安，你给我休了她，我再也不想看这个女人在这个家待一刻。什么？我摔了碗，你敢休我？就你不敬公婆这罪，我就能休了你？婆婆冲我厉声道。我掀了桌子，碗筷砸了一地。好哇，老娘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住手！公公大怒，反了你了。王从新，你平时嚣张也就算了，现在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你们这2个为老不尊的东西，老娘早就受够了。你们要修赶紧修。我去镖局找了几个镖师，大摇大摆地进了周家，吩咐道：“把我的嫁妆搬走。”周静安一脸疑惑加愤怒：“你干嘛呀？我干嘛？你看看你家什么样？你娘怎么对你大嫂的？天天说话阴阳怪气，在那些京中夫人圈子里天天说我坏话，以为我不知道呢？你这样的家庭，还想让我生孩子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？老娘在你这里待够了，要走了，再见。”他急得团团转。我不是站在你这边了吗？我不是帮你了吗？我不是听话了吗？你怎么还这样？你现在怪我？我一脸失望愤怒地看着他。我虽然只是个土匪的女儿，不是名门闺秀，但也是有自尊的。你娘都说要休我了，我还死皮赖脸干嘛？是你家说要休我的，你还敢怪我？越说越气，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他娘疯了，冲过来骂我：“好啊，你个王从新，平时日里就是这么欺负我儿子的吧？好，今天必须休了你这悍妇，我还不稀罕待了。”镖局的人很快把我的嫁妆搬走，我拿完我屋里所有的银票和首饰，也跟着上了马车。全程周静安就一言不发地跟在我旁边看着，他娘一直在说等我走了，给他娶个漂亮贤惠比我年轻的媳妇。好在我爹给我买了一栋宅子，不用坐几个时辰马车回我爹家。宅子里丫鬟护院都有。吃晚饭时，下人来通报：“小姐，姑爷在外面一直站着呢，他来干什么？叫他回去，赶紧把休书给我。”我没好气地道：“晚上我一个人睡，感觉还是有点不习惯。算了，周家那乌七八糟的，我才不要在里面待一辈子。反正现在婚结了，我爹也洗白了，我们也算尊旨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怀孕了，还留在周家，等着老妖婆害我吗？反正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自己出来过，还逍遥自在。等胎稳了，就回我爹的县，再买个宅子去富留子，岂不美哉？”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期许，我满足地陷入了梦乡。第2日早上，下人禀告道：“小姐，姑爷昨夜一整晚都在外面呢，
又有下人来报：小姐，老爷和大少爷、二少爷都来了，姑爷还被打了啊！我的小笼包掉在了桌子上，忙迎了出去。闺女，是不是这小子给你委屈受了？我爹拧着周静安，周静安两只眼睛黑乎乎的，一看就是被揍了。周静安一脸委屈地看着我，看得我还有点伤心。我摸摸鼻子，对我爹和大哥二哥道：爹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爹嗓门洪亮：这小子让人带信来，说你离家出走了。我一看，肯定是周家欺负你了，爹来给你撑腰。大哥道：小妹，说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先问问大哥的拳头答应不答应。说着，大哥就要揍周静安。我吓一跳，忙道：别打，不管他的事。他娘说要休了我，爱休就休，我还不稀罕待了。二哥道：说得好，走。二哥先去周家大闹一场，出口恶气，咱们回家，免得你在这里一个人，我们还担惊受怕你被欺负。我爹道：下一个女婿爹已经给你选好了，我看你写信让我帮忙照顾的王公子不错，这次回去就招他做上门女婿。好家伙，不愧是我彪悍的父兄！周静安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抱着我的大腿嚎啕大哭：媳妇，你怎么舍得抛下我呀？你不是说你最爱我的吗？不是说要陪我一辈子的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么对我？大哥皱眉：来人，把这东西给我拖出去！现场一片混乱。周静安看起来挺可怜的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对周静安道：你是个好人，不过我也不会和你回去了，你们家太无聊了，我待够了，我得回我自己家。每次什么逢年过节，你们一大家子人倒是高高兴兴的吃团圆饭，我可笑不出来。团圆的是你的亲人，又不是我的亲人。你娘还经常膈应我，虽然我也没吃亏，但我不可能在你家过一辈子。要是过那种日子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行了，你也别这样苦兮兮的。你娘说了，给你重新娶一个，以后咱们各走各的，互不相干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他着急的想说什么，但一直词穷，最后道：你不想回家，那我和你住这里好了。反正将来我大哥要当侯爷的，我也得出来自立门户，行吗？你真愿意和你爹娘提分家呀？我祈道：那我之前和你提，你不是不同意吗？说你不是生产，分家出来，咱俩就没银子花了，还说等你科考完了再分家出来。周静安的脑子，我是不太相信能考上科举的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他擦了擦眼泪，忙道：我现在回家和我爹娘说分家的事，可别了吧，到时候你家又得鸡飞狗跳了。不会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媳妇没了，那我还活着干嘛呀？他说着拉着我的手就走。门房已经把马车拉了过来，我爹和大哥二哥又跟着我们回了周家。婆婆一见周静安脸上的伤，顿时心疼的哟。王从新都说了要休了你，你还赶我儿子，你果然是土匪的女儿。我爹从我后面下来，横眉瞪着我婆婆，骂道：就是你这婆娘整日欺负我女儿，是不是？我爹生得高大威猛，虎背熊腰的，那眼睛盯着一个人，绝对是雷霆万钧。婆婆直接吓得不敢说话。周静安忙道：岳父大人，都是小婿的错，你要打要骂都可以。婆婆敢怒不敢言地瞪着我们，公公笑容满脸地迎了上来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我爹来只是亲家走亲戚来了，上了座。我爹道：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受了很多委屈，听说你们还要休了她。公公忙道：没有的事，都是误会，一家人过日子，吵吵闹闹很正常。从新我们是很喜欢的，
多好的儿媳妇啊，怎么会休了她呢？哈哈哈！对了，从新城南的2家铺子，爹交给你们2房打理，房契一会儿让管家给你送过去。一家人平时吵个嘴什么的，正常的很。以后咱们把你当亲女儿疼。我爹吃了一声，银子我老王家有的是。我大哥道，我这妹子从小性格脾气就是顶好的，从来没离家出走过，我们连高声说话都不曾有过。别太夸张，小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多了去了。我二哥道，我就这一个妹子，谁要敢给她委屈受，就是豁出去一条命，我也要对方好看。2人一副马上要干架的姿势，我婆婆是一句话都不敢说了。周静安道，爹娘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和从新干脆分家出去住了，反正儿子长大了，也该独立了。那怎么行？婆婆立刻怒道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分家出去，还不被这个女人给欺负死了？公公皱眉训斥婆婆，你少说2句。我爹道，你们家这情况也是我们老王家高攀了。这样吧，要么现在写休书，从此2家各不相干，要么分家，让他们俩出去住，你们选一条。周静安直接跪下道，求爹娘分家，让我们搬出侯爷府。最后周家还是分家了，我们是分出去的，按照惯例分了一栋宅子，几个庄子，几个铺面，大头还是给大房，毕竟大房是继承者。婆婆哭晕了过去，周静安看起来挺愧疚的，送我回了我自己的宅子，就赶忙过去伺候他娘了。关上门，我爹猛喝了一壶水，然后瞪着我骂道，你呀你一天不惹事，你是皮痒还是咋的？好好的也没啥大事，你非要搬出来，你缺心眼啊。我大哥道，周静安那小子长挺俊俏的，你不是挺喜欢的，干嘛又要闹死闹活的？我二哥，你们干嘛？怎么不站在小妹这边？小妹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二哥给你撑腰。哎，我怀孕了，我想着自己生了，自己出来住，快活得很，懒得在周家受气啊。搬了新家，果然心情舒畅了很多。本来周静安还有点惴惴不安，怕他爹娘担心什么的，知道我怀孕了，立马直说，果然还是搬出来好，老宅就是太压抑了，太闷了，不适合怀孕。他除了陪我，就是整日温书。我爹和大哥当天就带着人回去了，我二哥在我家住了几日才走。周静安对他们怕得很，生怕他们突然动手。他一个文弱书生，连我都打不过，更别说我父兄了。我养胎的时候，大嫂来看我，她羡慕地对我说，弟妹，真羡慕你，从家里搬出来了，日子过得这么舒服。我怂恿她，大嫂，你也别傻乎乎的什么都听婆婆的，她要骂你，你就骂得更凶，大不了被休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嫂道，你娘家人是站你这边的，你有底气，又有武功，婆婆不敢对你做得太过。我娘就生了一个弟弟，现在才10岁，其他兄弟都是我爹的妾室生的，都不是一条心的。我回去，我爹一定会说我辱没了家风。那你就自己出去买个宅子住，或者我那个宅子，你想住多久都可以。如果你要离开周家的话，算了吧，日子在哪里过不是过？离开周家，我自己也是孤苦伶仃的。这倒是，我生了个儿子，这下婆婆恨不得住在我们家。从新啊，你们没经验，我给你伺候月子。她笑得可慈祥了。哎呀，我孙子离不开他奶奶呢，看他那样子，我要是生个女儿，估计看都不会来看一眼。我直接道，婆婆，还是不要了吧，我这人不会说话，要是把您气着了，您又要您儿子休了我，那你可就孙子都没了。婆婆敢怒不敢言，看屋里没人，气道，你把我儿子拐走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我翻了个白眼，
那你叫他跟你回去呀。他换了副笑脸，道：从心啊，原来都是娘的不是，娘给你道歉，咱们以后好好相处。我皮笑肉不笑道：呵呵，我这人不太会说话，只要娘你受得住就行。这人就是贱，你要是稍微脸色好点，对方就能蹬鼻子上脸。要想过得好，少受气，就要让对方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周敬安番外，周敬安原来见过黑风寨的王从新，那时他才14岁，跟着一帮少年去郊外踏青，正巧碰到上山打猎下来的王从新一行人。他一身红衣劲装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马当先，飞奔在最前面，整个人英姿飒爽，令整个春日都失了颜色，惊鸿一瞥，令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春梦。他找人打听，才知道是个土匪头子的女儿。每次听说朝廷想要攻打黑风寨，他都捏了一把汗，希望朝廷别赢，王从新别出事。后来他甚至偷偷在府外买了个宅子，想着万一黑风寨真的输了，被朝廷逮捕了，他就把王从新救回来，养在宅子里。为了能真的救到人，他把自己房里的很多东西都卖了，又怕不够，便跟着几个朋友投资生意，又赚了很多钱。他觉得那些钱够贿赂官差，放了王从新了。但是朝廷依然不是黑风寨的对手。黑风寨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，里面又有良田，大家自给自足，易守难攻，机关众多，是块硬骨头。皇家狩猎时，皇帝笑着对大家说：听说黑风寨的反贼头子为他女儿找女婿发愁，嫌弃寨子里的男子不够俊俏，又信不过外面的人。朕想着，既然要招安，不如送一个女婿给他算了。你们有谁愿意娶吗？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吭声，生怕自己娶了个母老虎回家，甚至万一皇帝不高兴，惹来杀身之祸怎么办？周敬安内心汹涌澎湃，立即狠狠跪下：皇上，敬安愿为陛下分忧。他的一番请求令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他爹生气地瞪着他，皇上面色也有不快。本来周敬安长得好，又从小经常出入宫廷，皇家有一朝为驸马，他的一群朋友更是不解。不过他执意如此，皇帝便准了请求。婚后，他连朋友间的聚会也少去了很多，大家都笑他惧内，纷纷让他拿出男人的气概。他好脾气地连连作揖，道：诸位饶了我吧，我在我夫人面前说错一句话，都是板子伺候。众人可怜他，直到一次偶然碰见他陪着王从新逛街买首饰，众人才惊觉这天仙般的人物就该供起来。从同情又纷纷转为羡慕。周敬安最大的本事就是扮猪吃老虎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什么都不说破，装着一副被王从新拿捏住了的样子。但他也是真的拿捏住了他。和他这样的女子在一起，太聪明是不行的，太强势也不行，只有装傻装可怜，先拿了同情分，才有可能继续加分。他科举第30，他愣愣地看着榜单，道：没想到你脑子不太好使，还是通过了考试。现在科举的门槛真低呀。他是真的懵。他被同僚拉着进青楼，小厮忙去叫他，他提着一把菜刀就来抓他，还说要剁了他，让他做公公。从那以后，他家有个悍妇的名头就在京城传开了，再也没人敢叫他去喝花酒。那些见过他的人都对他又是同情又是羡慕，觉得被他捡到了宝，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。同僚中属王公子羡慕的最厉害。某次喝醉酒，周敬安还听到他酸溜溜地念恨不相逢未嫁时，他心里着实恼恨了一下。
那王公子就是当初他岳父说招为入赘女婿挺好的人。好在王从新已经不再说要回家的事，他事事顺意，没什么烦恼。老宅那边还是一片鸡飞狗跳，他倒是娇妻爱子，欢声笑语，春风得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